为了做好这个手机壳，我真的差点就报名去学怎么做蛋糕了。现在做奶油胶手机壳真的是越来越卷了，你不出点新东西都没人看了。那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整点活啊，用这奶油胶画点小叶子。你别看这刷刷两下挺简单啊，但凡你有一点没整好，哎，你都得妈来重整，真的整不好心态都崩掉了。经常就有学员问我，到底是该从滴胶还是奶油胶入手做手工？奶油胶呢是入门比较难，因为你需要无数次的先去练习才能上手去做。不过奶油胶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如果你当场不满意，直接给它抹了重做就行。可是滴胶就不行了，你倒进去了就倒进去了，你再想给它捞出来那是不可能的。好了，基本上快整完了，给它撒点这个布灵布灵的粉粉，感觉边上有一点点空，来几个小珍珠点缀一下。是谁在问我奶油胶手机壳能不能吃？我跟你说，它干了之后你咬它牙都能给你崩掉，你不信邪你就试试吧。看看这是什么，新模具又到了。我打算今天整点不一样的东西，冠身弄的是白紫配色，颜色不够透明来凑，哎，整点透明的进去，再拿硅胶笔在里边划拉划拉划拉鬼画符，啾啾啾啾啾啾啾乱转。一般到第二天这几个颜色就会融合到一起去。盖子上面不是有一个蝴蝶结吗？咱们用透紫色的给它填满，等干了之后呢，再用这个镭射纸啊，比出一个蝴蝶结的形状剪出来，然后把这片镭射纸给它放上去。3天之后第2层干了，再上第3层白紫晕染。我就没做过这么复杂的盖子，小东西敢翻车我就给它扔垃圾桶里去。叮，9天过去了，咱们来脱模看一下。我去，这泡是认真的吗？给我整自闭了！我去，这蝴蝶结也太好看了吧！我真想给自己2个大耳刮子，当时怎么就没多掏2下气泡呢？啊！哎呀妈，气得我肝疼！重做。今天老沙来给你们整一个大家伙，看看这是啥？没错，就是库洛米。我最近超爱这个小东西。像这种360度立体的模具，它肯定是需要侧切的，所以咱们先给它用粘胶粘好。不然的话，你整一半的时候滴胶就流出来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颜色准备了一杯透紫色，因为这种模具很亮嘛，要做透色才好看。叮，第3天到了，来脱模看一下。一到脱模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应该有第3只手才对，光这2个爪子根本不够扒拉的呀。前方高呢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实物真的巨亮巨闪，我太喜欢了，给它做成了一个流沙手机支架。眼睛我是用丙烯给它涂上的，就连里面的流沙内饰用的都是库洛米。手机儿横着放竖着放都没问题。怎么样，这个流沙手机支架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巴巴？没想到这个流沙树这么受欢迎，今天我来教你们整一整。上次我做的那个绿色不是被我老妈抢走了吗？这次我打算多做几个，来个透粉透蓝，后面这2个是单独指定的颜色。里面的小娃娃也是可以指定的，但是得放小粒一点的那种，像泡泡玛特那种大娃就塞不进去。这款我会放很多闪粉跟闪片，所以在这之前呢，你得先挤一点流沙油到这个里面，避免闪粉挂壁。过程超级治愈，就跟炒菜放佐料一样。最后我还加上了夜光闪片，总之能加的全都给它加上了。请问从头到尾我一共加了多少种流沙内饰呢？第3步，把80%的流沙油先挤进去，因为如果你用针管后期一点一点挤的话，那得挤到猴年了。完事上流沙挡片、照灯、封胶一气呵成。将一起来看一下成品，你觉得是透色好看还是实色好看呢？给你们展示一下我专门为它配的旋转音乐盒。前段时间我收到了一条私信，居然是跟我道歉的。说实话，在网上冲浪2年，第一次有人跟我主动道歉，我怎么还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说真的非常对不起，那个时候我刚关注你，对什么都不明白，现在我经历了一些事情，跟过去比多多少少成长了一点，也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。没有，我没什么本事。我现在挺崇拜你的，但我不期望得到你的原谅，只希望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的妈！我在看到这一条私信之后，脑瓜子嗡的一声。在网上不管经受了怎么样的侮辱、谩骂、嘲讽，从来没有人主动跟我道歉过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挺佩服这位粉丝的。
因为这2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嘛，就是一个女孩染了粉红色的头发被网暴，最后轻生的事情。她去世了之后，那些嘲讽她的人只需要把评论一删除，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能把评论太当做一回事儿。既然有喜欢你的，就有讨厌你的人，看好的评价就好。有个小东西折磨了我1个星期，就是这个蓝牙音响加小闹钟。但我买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是一个闹钟，我以为就是一个时钟加上音响，然后回来我就瞎按了2下子，看试一下能不能用，能用咱们才能做摆台，对吧？于是我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设置了一个闹钟，在早上9点40分。本熬夜小冠军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才睡，他9点40就给我闹醒，而且是震天响。完事响了之后，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在响，满屋子找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手忙脚乱，马上给它按关掉之后，就忘记把那个闹钟给取消掉了。于是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折磨了我1个多星期，我才终于下决心把那个设置给改了。今年不是兔年嘛，所以娃娃我就用了美乐蒂，它头上那2个也像小兔子一样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闹钟、蓝牙音响加小夜灯也是一个小兔子。收纳罐的盖子打开就是一个笔筒，也可以放一些化妆刷之类的，前面还有手机支架。最近经常有粉丝跟我说，他刷我的视频可以睡得很香，催眠用。我就奇怪了，我这咋咋呼呼的，你是怎么睡着的？这模具一翻过来，我真的浑身起鸡皮疙瘩，像我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一种会展开翅膀的恐龙。所以你能猜到它是什么东西吗？敢不敢现在按暂停，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答案，我看看有多少人能猜对。哎呦妈呀！叫你不吃饭，手都在打飘。这个撕拉模具的过程简直太酸爽了。OK， 揭晓答案，它是装笔的。不对，我怎么感觉我在骂人呢？装笔的笔筒。看看我这熟练的动作，也知道我又要给它整个黑猫小摆台出来了。以前别人描述我会说那个做猫爪的，现在会说那个做摆台的。作为一个摆台专业户，这个新空底在我心中绝对是 No.1。前2天有一个学员问我上面用的这个星星细闪是在哪儿买的，我愣是没搜着，应该是某个商家送我的吧。如果是谁送的，你赶紧评论区跳出来吧啊，人家都要找你去买了。来看看咱们这细节，连手机支架都是猫头形状的。行吧，今天的牛逼就吹到这儿，散会。我真是无语了，在某宝上面买东西，动不动就刷到自己的视频，这些商家真的绝了。你盗视频就算了，能不能别把我视频的颜色调得这么死亡？我的天呐，黄不唧唧的。最开始吧，我还去找他们理论，我说你得把我视频下了，你没经过我允许。他连忙跟你说好知道了，但是他就不下。然后我第2天也不一定刷得到他，可能我过了半年，我又刷到他了，人家就没下视频，你拿他没办法。后来我也想通了，因为很多粉丝跟我说我的声音是有辨识度的，你不管拿我视频去干什么，这声音一出来就知道是老沙，那就行了。咱就当他盗视频去给我打广告了吧，好吧，最好给我铺天盖地的宣传。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格局这种东西它并不是天生就有的，它是被撑大的。就像我做很多猫爪呀，或者是摆台原创的款式啊，被别人拿去抄完了之后，他还在他自己直播间说山水雪卖的贵怎么样。咱就是说你要抄你就闭上嘴抄行吗？本来做手工就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想款式、想颜色、想怎么搭配，这些在别人看来都不值钱啊，上来就是你东西贵。这就跟菜场的菜便宜，但是你去饭馆吃饭贵一样，你要嫌贵你就自己炒，是不是？多简单的道理。算了，不说这些糟心事了。我现在是每周3晚上8点钟有学员的寄卖专场，每周5晚上8点钟是我跟首席的新品专场，你们有空的话记得来找我玩吧。